今天可算是遇到干货了，原来用洗洁精洗一洗养护的植物，能让花长得好，多子多孙。家里洗洁精都有吧？其实它是隐藏在家中的养花宝贝，那么怎么用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介绍用洗洁精养花以及不用花钱就可以杀死虫害的方法。一、洗洁精养花。一、洗洁精杀虫。我们准备一个喷壶和一瓶洗洁精，在喷壶里面倒入少量的洗洁精，注意不要太多，一点点就好。然后我们倒入清水，给它稀释一下，然后用洗洁精水来喷洒花草植物，可以让花草植物上面的虫子全都死光光，因为洗洁精是呈碱性的，可以非常有效地杀死这些小虫子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，洗洁精一定不要太多，一定要多加水给它稀释，这样我们可以在24小时之内杀死害虫。过了一天，我们再喷洒一些清水，减少洗洁精对花会产生的副作用。二、洗洁精鲜花保鲜。用洗洁精和20至30度左右的温水配成4%左右的溶液，把插花置于其中，然后根据个人喜好重新修剪，然后迅速插入相同浓度的洗洁精溶液中，保持水深4厘米左右，这样就会达到鲜花延长保鲜的目的。另外，我们养的盆栽植物可以用洗洁精擦拭植物叶片，使叶片表面形成一层很薄的薄膜来保持叶片的湿润，这样就会使叶子起到保鲜的作用，植物就会长得非常好。但使用洗洁精插花时也有一些注意事项。一、在高温季节，插花溶液必须2至3天更换一次，低温季节亦应至少1周更换一次，以保持水质清鲜，发挥洗洁精的保鲜作用。大部分花卉均适宜此法，它可延长插花寿命2至3倍。二、溶液浓度高了，会造成植物细胞的渗透压变化，影响植物生长，所以浓度尽量不要过高。三、洗洁精和植物油杀虫。秋季天气凉爽，是蚜虫的高发季节。蚜虫一开始是隐藏在叶子背面的，所以一旦发现植物感染，蚜虫就已经大规模繁殖了。植物感染蚜虫后，除了喷洒常见的吡虫磷或定虫醚等杀虫剂，我们还可以用常见的洗洁精搭配植物油，在混合清水搅拌均匀之后，喷洒在感染蚜虫的位置，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杀虫效果。制作时一定要注意搭配合理的比例，可以准备一个有刻度的针筒，再准备一个比较大的量杯，之后就可以用针筒吸入1毫升的洗洁精，再吸入9毫升的植物油，将植物油和洗洁精混合起来，直接在针筒里面摇晃均匀，得到的溶液就可以直接混合到2000毫升的清水中，摇晃均匀，接着就可以直接喷洒在感染虫害的位置。要注意对叶子的正面和背面上都要均匀喷一遍。喷完这种有机杀虫剂，第2天要对叶子重新喷洒一遍，如果第3天还看到害虫，可以再喷洒一次，也可以5至7天喷一次。这种有机杀虫剂不仅可以对付蚜虫，还可以用来对付白粉虱和介壳虫的幼虫。四、小苏打和洗洁精或洗手液。小苏打和洗洁精混合之后，再兑水搅拌均匀，就可以制作成高效的有机杀菌杀虫剂，可以用来防治常见的灰霉病和其他真菌病害，也可以清除蚜虫、白粉虱、前叶蝇和菜青虫等。具体的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，首先准备15至30毫升的小苏打，接着再添加5毫升的洗洁精或洗手液，之后将它们混合在4升的清水中，同样是要摇晃均匀，一定要让洗洁精和小苏打完全溶解在清水中，之后就可以直接对着感染病害或感染虫害的植物进行喷洒，一定要喷均匀。洗洁精的作用。洗洁精由表面活性剂、微量盐、香精及80%的水组成，有去污菌、活化水质的功效。用它进行插花保鲜，可以活化水质，消灭水中的细菌，溶解花木伤口流出的果胶，保持其维管束细胞的畅通，并使花充分吸水，使叶片表面形成一层很薄的薄膜，保持叶片的湿润，阻止叶片气孔全部张开，降低其呼吸频繁消耗和蒸腾作用，因而能增强插花的抗旱能力，延长保鲜期。家里的厨房除了常用的洗洁精可以用来养花，其实家里用的白糖对于养花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。下面就详细说说巧用白糖养花。二、白糖养花。
白糖并不是只对人类有吸引力，植物生根也喜欢糖水。长期经验表明，使用白糖水灌溉植物根部能够有效地促进植物的生根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植物的根系并不能直接吸收糖分。白糖主要由双糖构成，分子结构较大，不易被直接吸收。不过，它们含有的少量葡萄糖作为单糖，可以被植物根系吸收利用。白糖水的主要功能在于激活根系周围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，从而改善土壤的活性。这种活性增强有助于释放土壤中的更多营养成分，使得植物根系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养分，促进其生长和发育。首先说一下白糖水怎么去促进生根。我们用白糖和水按照1:9或者是1:10的比例调配好了以后，将我们扦插的枝条底部泡到白糖水的溶液中，浸泡上1个小时左右。浸泡好了以后，用清水冲洗干净底部，然后拿来扦插的话，生根速度是非常快的。再一个就是对于生长不良的植物，我们可以起到促根的作用。比如我们植物出现烂根的情况了，我们修剪了根系，重新栽培的。浇水的时候没有生根液，可以浇点白糖水。白糖水兑水的浓度是重量比1:1000就可以了。稀释直接浇上，能够促进它快速地长出新的根系来。这种方法也是非常好用的。再一个就是对于开花的植物去使用了，比如长寿花之类的，它们在花期如果开花开得不好，我们可以用白糖水，因为它里边含有钙、磷等的成分，能够促花，能够让它的花期有效的延长。对于开花香味足的植物也可以使用，但是浓度要保证好，也是一样，最少要1:1000的浓度。兑水直接浇上以后，根系能够吸收一下钙镁等的成分，能够促进它开花开得大，花期能够有效的延长。最后要说的是，用白糖水浇花有几项注意事项：一是不能过于频繁，1个月使用1次即可；二是中间尽量就别施其他的花肥了，其他的生肥水也不能用，比如淘米水、啤酒水、牛奶等。三是用白糖水浇花后，如果是在户外，最好在盆土表面覆上一层薄薄的土，这个操作主要是避免引来虫蚁。除了洗洁精和白糖可以在养花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外，夏天家里常用的一些防蚊驱虫的东西也可以帮助我们养花，特别能解决虫害带来的烦恼。三、特别的杀虫剂。一、风油精。夏季温度高是虫子活动最频繁的季节，一些虫子会啃噬花卉植物的根系，导致叶片受损严重。风油精是每家每户常备的生活用品，用来驱除蚊虫、缓解叮咬，有着很强的作用。其实不仅我们人可以用风油精，花卉植物也同样可以用风油精。只需要将适量的风油精滴在容器中，接着容器中倒入几滴洗洁精，最后摇晃均匀，让风油精充分稀释后装入到喷壶里，喷洒在虫害部位，可以起到消灭虫害的作用。二、花露水。我们都知道花卉植物会引来虫子，再加上空气不流通等原因，虫子就会在植物上大量繁殖滋生。花卉植物在经过虫子啃噬之后，叶片发黄，出现斑点霉斑，很影响观赏价值。此时我们是可以用花露水来驱赶和预防虫子的，因为花露水含有酒精、香精、橙花油等成分，具有杀菌消毒的强大功效。当然可不能直接将其涂抹或喷洒在上面，要经过稀释装在喷壶里面，喷在有虫害的地方，2至3天一次，虫害基本上会被杀灭。三、藿香正气水。一些新手在看到花卉植物出现虫子后，都会去市场上购买杀虫剂。市场上的杀虫剂鱼龙混杂，有的根本就没有效果，或者有的使用一段时间后，虫子产生了抗药性，甚至有的杀虫剂还有副作用。其实完全没有必要，用藿香正气水就能轻松解决，没有副作用。藿香正气水的味道是蚊虫最讨厌的，只需要将藿香正气水加水稀释100倍，喷在虫害部位，2至3天一次，虫害基本上就能治好。学到的花友们赶紧去试试吧。四、蚊香。我们可以将蚊香掐一小段，然后给它点燃，点燃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给它放在我们家里的花盆里，这样这些小虫子之类的就不容易接触到这些花草了。如果花草已经生虫了，我们就可以给它找个塑料袋给它罩住，过不了几分钟，里面的蚊香燃尽，里面的虫子就都被蚊香给熏死了哦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，
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